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是来分享昨天我们打了2个小时的报告。那么一开始呢，我们是用步兵跟工兵做集结的，但是我们第一开始的步兵集结就被他们围殴的部队给打掉了，而且我们当时候第一个集结的联盟就是60KG，没有太多的玩家在里面，所以当时候我们的报告就不太好看了，只有拿到1-1的击杀。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我们车头的争议装备那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各位也知道笔筒是谁嘛，笔筒它是已经有16支的军器。那我们第二个集结就是工兵啊，就是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那到了第二个工兵的集结的时候，这里我们就已经有报告可以看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候的另外一个集结，也就是工兵的集结。那因为我们第一个抗伤害的步兵集结被打掉之后，变成我们这个工兵集结从原本负责打伤害的集结变成要抗伤害的集结，所以它这边战损比没有这么高。假设说这个工兵他不是负责抗伤害，而是负责输出的话，其实它的战损比会更好看一点。那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我们打关卡的时候赚了3.8亿的击杀，但是其他那些围殴部队来打我们的集结的时候，已经赚了2亿的击杀，其实这边也是赚蛮多的。至于阵地方面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是集结车头嘛，而且也是先锋王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争议，并且它这里的装备技能伤害增幅是有20%的提升，所以基本上是有4个专属铭文的，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我们补兵方面呢，其实我们有用主账号跟农场账号，不是完全的农场账号，因为他们会开反集结啊，然后再加上围殴部队来打我们的集结，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放一些主账号进去，而且960也没有这么多的玩家，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会放了一些主账号，就比方说 Foggy 啊，又或者是你们看到有 T5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主账号了。至于对方，因为他们有5个王国的关系，而且他们是拿着那个关卡，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放农场账号居多，但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用村兵来做驻防。他们有时候用哥哥的川家康，有时候是用哥哥搭配菠萝头，也是需要用到蛮多的驻防统帅啊。我们开双集结，他们会比较痛一点。那我们那个工兵被打掉之后呢，另外一个步兵集结又出来了，那这个是其他另外2个工兵啊。我们先看一下步兵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步兵集结，你们可以看到是打了将近2个小时的报告，因为后面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补兵起来，所以这个集结就掉了。但那个集结也是打了蛮长一段时间了，战损比的话就赚了2倍。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工兵刚刚那份报告被打掉之后，变成这个集结又变成主集结。那后面我还会分享，这2个小时的集结报告里面又有其他的工兵集结，到时候再给大家看。那这个步兵的集结呢，变成主集结之后，这边赚到的战损，通过打关卡可以拿到4.2亿的击杀，然后围殴的部队这边就赚了差不多2亿的击杀。那笔筒的争议大家也不需要质疑啦，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驻防或者是集结车头。它的装备这边也是有16支，普通攻击伤害增幅有15%的提升，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对方就不一定是这位玩家驻防，有时候会换成其他的玩家驻防，因为我们开双集结啊，他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替换自己的驻防车头。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围殴部队这边其实赚的不是很多，你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这边赚了2亿嘛，那这边3亿减2亿的话，就变成说他们的围殴部队其实只是赚1亿而已，他们的围殴部队是比较亏一点的。那当然对方也是有开反集结，我们的部队也是有去围殴啦，但是报告怎么样就不知道，他们没有分享。那刚刚的工兵第一个被打掉之后，其实还有接着去开工兵的集结，这个是第2次工兵集结开出去，但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被打爆了。但是报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赚了4倍，其实战损比是很好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打关卡这边都已经赚了差不多6倍吧，6倍的战损吧。然后围殴部队这边就赚了2亿，对方的围殴部队赚了1亿，所以严格来讲，他们围殴我们的集结也是亏的，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那也是一样有用农场账号跟主账号，我不是完全的农场账号，但是我们报告不亏的关系啊，所以也没有亏太多我们的主账号。那这个是第3次开工兵的集结，最后也是一样被打掉了。但是这个报告就赚了5倍，一次比一次更多，因为我们的工兵集结已经不是变成抗伤害的集结了，所以能够赚到的赚损比就更加多。通过打关卡，这里就已经赚了9700万的击杀，然后总击杀有1.6亿，就是说剩下的全部都是来自围殴部队，就大概有7000万左右吧。那可是你们看，他们这边围殴的部队只是赚了1400万的击杀，所以严格来讲，我们这边的赚损比还是比较赚的，而且是赚很多。那么在我们这边开了3次工兵集结跟2次步兵集结，也就是花了大概2个小时半的时间之后，最后没有打下2个集结都爆了，所以就结束了第1回合的关卡集结。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开2个工兵的集结了啊，没错，很离谱，2个工兵的集结。那开2个工兵的集结，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KG 的联盟所开的集结，那 GT 啦，那我本人是在 KG 所开的集结。那这个集结最后也是被打爆，不过我们接着还有继续开啦，所以这个只是第1份报告，但是我们的战损比都已经赚了 4.8 倍，也就是 481% 的战损比。通过关卡这边我们就已经赚了1亿的战损比，然后围殴部队那边也是赚了1亿。至于对方的话只是赚了1900万，他们的围殴部队算下来也只是赚了一个2100万左右，2600万左右的击杀比例，所以对方是很亏的比较起我们这边是真的亏很多的。但是这个车头就换了嘛，因为他不是在用步兵了，已经变成工兵了，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技能，他的增益，装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技能伤害增幅也是 20%， 也就是说也是4个专属铭文，也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军旗。那我们这个结束之后，但是集结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另外一个联盟的工兵还在继续。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工兵的集结，那这个战损比也是赚了 2.7 倍，因为它后面没有被围爆嘛，就变成说这个工兵变成主要的工兵集结了，所以会赚的比较少一点。但严格来说，这个报告还是很赚的，而且对方很痛哦，我们开2个工兵集结，超级痛的。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打关卡赚了多少，总共赚了多少，对方只是通过关卡赚了一点点击杀而已，他围殴部队根本都没有赚多少，超级亏的。那接下来我们上面那个集结被围爆之后，接着开第2个集结嘛，也是赚了 3.2 倍的战损比。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围殴的频率，这边围殴我们补回去，围殴我们补回去，围殴补回去，围殴补回去，所以这个真的是惊心动魄啊！因为960的补兵一直以来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能够补起来是真的蛮意外的，而且是打了这么久。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打关卡赚了多少击杀，总数赚了多少击杀，这个才是最后的报告。在这个集结结束之后，我们终于拿下关卡了。那这个报告也是赚了接近3倍左右，可以说对方是真的亏得炸了。然后对方也没有分享报告，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报告太过难看了，所以没有分享报告。那当然，他们反集结的报告应该是有赚那么一点点啦，但是他驻防报告肯定是亏死了。那对于他们来说亏不亏我就不确定，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用农场账号嘛，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不亏，有可能觉得亏。但其实他们第1份打了2个小时的报告呢，有一些玩家放在失落之地分享，其实他们打了2个小时半的报告，驻防报告是不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击杀比例只有赚 62% 的击杀比例，然后这边击杀赚了6亿，但是我们这边赚9亿，他们阵亡部队是我们的1倍，你们可以看一下阵亡，然后这边是重伤，所以是很亏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吧，我们集结了2个小时半，再另外加这个1个小时吗？2个工兵的集结好像打了1个小时半了，所以是打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集结啦，也是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因为960很少会打这么久的集结。
那至于各位在看了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